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就一个主题，中国房地产市场史诗级的拐点出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讲房地产市场，我们已经很久没讲房地产市场，因为中间涉及到很多因素啊。房地产是个非常复杂，而且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市场。而且这个市场非常复杂，它既是一个商品市场，又是一个金融市场，所以这个市场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非常抱歉，因为准备的时间需要更多，所以我们迟到了。我今天分5个部分，第一个叫前言，前言讲房地产信仰；第二个是历史性的数据。第三个是政府的立场和态度，第四个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处境，第五我们才来讲什么？讲市场的情况啊。那么房地产是一个以地域为主要属性的市场，所以没有办法一句话概括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各个市场的情形差别非常大啊。那么它有相同的背景，但是有不同的市场状况啊。先说我们的房地产信仰，房地产信仰基于什么？基于过去20年的成长。那么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高速成长，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房价不断的在涨啊。虽然中国政府不断的说要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但实际上房价持续的涨了20年啊。那么其实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一个结果，它反映的其实是整体市场的增长。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增长取决于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啊，经济持续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结果就是财富的累积啊。房地产就是财富累积的结果啊，就是把你挣到的所有的钱，其实反映在哪里？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所以叫财富累积。财富累积会导致一个现象，叫土地增值啊。土地增值也反映在房价上。那么当然，造成这个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还有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市场需求啊。那么市场需求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口。那么中国持续实施的这个城镇化的政策，引导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啊，导致了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房地产需求不断的上升的原因，也是房价上涨的条件。那么所以呢，这个房地产的财富游戏是怎么玩的呢？就是买房、涨价、再买房、再涨价，这就是个财富故事。那么你在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可以听到一些，就是通过买房改变他的生存，甚至改变他的命运的一个财富故事。这种财富故事不断的激励人们去买房子啊。那么在所有的资产市场当中啊，包括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叫资产，资产在所有的资产市场当中啊，资金的持续流入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必要条件。大家记住这一条，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呢，房地产信仰是由什么建立的？由房价持续上涨建立的。房价持续上涨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财富故事。财富故事建立了房地产信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中国房地产市场这个史诗级的拐点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房地产信仰的破灭。房地产信仰的破灭最终会导致房地产的下跌啊，这就是拐点到来的一个核心的标志啊。那我们通过哪些现象可以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啊，先讲一个基础性的条件，就是我第一点要讲，就是历史性的数据啊。
这个历史性的数据来自于2019年。2019年，人民银行做了一个调查啊，他在2019年的10月份，他在全国找了3万个随机抽样调查的家庭，进行中国叫什么叫这个2019年中国城镇啊，中国喜欢叫城镇，其实就是城市啊。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这个调查以前没做过啊，后来也不做，为什么？因为这个数据很惊悚啊。那么他在这个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在2020年的4月公布这个调查结果啊，这是个重磅的报告啊。它题目叫《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啊。那么它这个情况，我们就简单的把其他的全部去掉，我们讲最核心的几个数据啊。第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资产状况。中国城市居民的总资产是317万，不错啊，数据挺高的啊，数据挺高。那么，但是贫富差距巨大，这个资产状况前10%的家庭占有总资产47.5%，也就将近50%，就是说上面的10%啊，占了他拥有的整体的资产的将近一半的资产。那你资产还不是净资产，净资产是差别更大啊。那么，然后呢，就是北京的平均资产，家庭总资产892万，上海是806万，江苏是506万啊，前3名啊，家庭总资产平均总资产的水平。那么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多少？70%啊，70%。中国居民的资产有70%是房地产，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的情况。这基本国情就这基本国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拥有率达到了96%啊，很意外吧？非常意外啊！而且一套住房的拥有率达到58.4%，两套房31%，三套房或者以上10.5%，每户平均拥有的住房1.5套，这就是中国市场的特征啊。也就是说，城镇居民拥有住房的数量越多，他的房地产房产占他的资产的比例反而越低啊。那么拥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在他的总的资产这个比例是64.3%，两套是62%，三套以上51%啊。那么美国的城镇化率比中国高20%啊，那么美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80%多啊，80%多。那么但是美国的住房拥有率比中国低32.3%啊，而且中国城市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住房拥有率已经达到89.1%，就是说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他反而他都已经拥有89.1%的这个住房。美国最低收入20%的家庭，住房拥有率只达到了32.9%，所以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在世界前列啊，这就是过去20年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的结果，这是结果啊。那么负债率，城市居民的家庭负债率9.1%，低于美国的12.1%。这个数字是不正确的。中国有很多的负债，并不是银行负债，因为它调查都是银行负债。中国用了6个钱包，而且还有私人借贷，所以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率肯定超过美国，一定是超过美国，只不过它反映不出来啊。
那么房贷占中国总负债的75.9%，我认为房贷占中国家庭总负债的肯定超过90%啊。因为它中间还包括什么？包括商业贷呀、消费贷呀、各种贷，其实都是拿来买房啊。其实中国人很少，中国人除了要么就买车，要么就是买房，但是车跟房比差太远，所以它的主要的负债还是去买房啊。结论，这个数据的结论，第一，中国房地产的需求不是刚需啊，是弹性。弹性的就是人口流入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的需求。如果没有流入的话，都要跌。没有流入，没有人口流入的市场，城市这个房地产的需求是非常疲弱的，它房价都要跌，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中国的城市居民的房地产拥有率已经达到了96%，而且不仅96%，你看看有很多人是2套、3套以上的房子，所以就是其实房地产的需求没那么大啊，房地产需求没那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居民不能承受房价整体下跌啊。那么净资产，城市居民的净资产就是负债，这个房地产的总资产总价格去掉负债，平均是289万。那么前十名已经占到49%啊。那么最高1%的家庭占17%，所以你可以看资产分化的情况。你讲净资产，一下子就拉开。那么房地产深度的绑定中国家庭的财富，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啊，这是基本盘。然后中国人的房地产信仰是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也是购买力的来源。那如果城市没有新流入的人口，房地产的需求会崩溃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房价跌了就更没人消费。为什么？我们以前讲啊，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带来负债。那么当一个家庭有大量的负债的时候，它就会挤压它的消费，所以房地产市场的上涨会挤压这个消费啊。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的情况，房价跌了更没有人消费啊。那中国的这个家庭负债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中青年和高学历的家庭。为什么？因为他们买的房子通常超过了他们承受能力，所以他们的债务风险是最高的。中青年、高学历，而中青年正好是什么？正好是一个社会消费的主力。那你想一下，高学历本来也应该是个消费的主力，结果高学历的负债很高，中青年的负债率很高，那他们被遏制。那么有没有办法刺激他们的消费？刺激不了，他们基本上是月光族啊。那么你除非你降息，降息降不了多少，你现在都是5%以上的利息，5%以上的利息你降多少？没办法降啊。所以呢，如果房价一跌，那压力就来了啊，压力更大。所以呢，房价跌了就更没人消费。那么第一，房地产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安全感。很多人说啊，这个开发商的广告，房产能带来安全感，其实不是。房产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安全感，房产反而给中国人带来危机感。为什么？因为你就绑在这房子上，你不敢失业，你失业房子就没了，你过去所有的经济成果就化为乌有啊。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买了超过他们能力的房子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房产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安全感，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焦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刺激消费的债务空间很小啊，那么经济转型就会更困难。那么也就是说，
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没有意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普通人想通过房产买房致富这个结果1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基本上那么10年后现在再去想通过买房来致富，当然他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这就是人民银行在2019年10月份做的城市家庭资产负债情况的调查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它决定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或者是市场的格局。那么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政府的态度很重要，政府它可以操弄市场。你可以看到过去2到3年时间中国政府持续的对各个房地产市场，各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它对市场的操弄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是说它对市场的操弄，我觉得超过了人类的想象的空间那么总体思路就是2条，这2条都来自于习近平的指示。第一个叫房住不炒，第二个叫脱虚向实房住不炒就是当时房地产市场高涨，特别是2016年到2017年，房价涨得非常的快。习近平跑出来讲，房住不炒，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那么脱虚向实，脱虚向实，我们要搞定实体经济那么房地产占有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主要是资金。那么要脱虚向实，脱虚向实就是要把资源放到实体经济上当面去。这是2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的政策，都是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呢，房住不炒，明显的违背了这个市场规律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它是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就是有商品属性就是说它是买来自己住的，或者买来给人住的，这是商品属性，有用途那么房地产市场还有一个属性，它是投资品投资品呢，投资品就可以通过买卖来获利，那么就是买卖是什么？买卖就叫炒卖房地产有2个属性，习近平呢就生生的把这个投资属性给它一刀切下来扔掉那么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属性了？当然不是，这个是经济规律，习近平改变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脱虚向实。经济什么？资金是资本的特征就是趋利，它像水银一样，它一定是向这个利润回报率高的地方迅速流动到回报率高的地方。所谓的脱虚向实这种想法呢，除非你改变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如果你不能改变实体经济的回报率，资金还是跑到他认为更高回报的地方去所以无论是房住不炒还是脱虚向实，实际上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力度越来越大，想法越来越强烈所以这就是政府的基本的立场。所以基于这2个指示，中国政府呢就采取了很多的政策去配合这个指示。这个指示基本上违背经济规律的指示。那么具体的政策就是基本上是3样东西，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资金，房地产市场靠的房地产靠什么？靠资金，支持资产价格，就叫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就是这2句话。水涨船高，当资金进入这市场的资金量增加的时候，价格就上涨。当资金离开这个市场的时候，就水落石出，价格就往下资金减少，价格也下跌。所以房地产市场往往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信心。大家都有信心，大家都看好它，钱又往里面跑，大家的钱都往里面扔的时候，水涨船高，价格就涨起来。
所以信心很重要。这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不是商品属性，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供求属性，商品的供求属性，反映的是资本属性啊，这是一条。所以他就开始从资金开始入手，资金入手做2件事。去年一个是8月份，8月份向开发商定出一个3道红线，3道红线之后就限制开发商举债其实就是限制开发商的债务率，这是一头。另外一头，资金供应这一头，资金供应这一头就是给去年12月份给银行设定一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这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比前面那个指标更重要，为什么？它这个指标一设定之后，不管你经济怎么增长，进入房地产的资金会越来越少，只会少不会增加。那你想一下，水涨船高嘛，水落不就石出了嘛？所以资金开始，去年12月份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在持续的减少，这是第一头。第二头，限购，限购就是还是另外一个操弄，就是把手直接伸到了房地产市场里头去搞它怎么搞？那么第一叫一城一策，每个城市的政策叫一城一策，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限购限贷，就是限制市场进入的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设定什么社保什么家庭的拥有房产的这个数量等等，用门槛来限制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群人数然后限贷就是所有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贷款买，那银行就设定门槛，借钱的门槛，一个买房的门槛，这2个门槛越来越高，那么能爬过这2个门槛的人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就是限购限贷。第三个叫限买限卖，既限制买又限制卖，这一头设定进门的门槛越来越升越高，这一头开始限制卖，限制它卖，限制它卖价那么设定什么呢？设定二手房参考价，把你的房价往下压本来市场是1000万，它参考价是700万，甚至是600万，那你只能比它低，不能比它高，限卖，所以限买限卖同时进行基本上是这个用限购政策限制这个房地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整治房地产全链条进行市场整治那么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说，要用3年时间实现房地产市场秩序明显好转违法违规得到有效遏制，监管制度不断健全，监管信息系统基本建立那么中共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要操弄的时候就说这个市场很乱，好像共产党不管似的共产党从来就没有不管过，所以市场混乱都是他造成的，但他是讲的好像跟他没关系，不行我要整治一下那搞一下。他举例7月13号住建部、发改委、市场监管总局8个部门就印发一个叫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一说整治秩序呢，就是要操弄那么针对什么呢？针对房地产开发，针对房屋买卖，针对住房租赁，针对这个物业管理4个领域进行整治就是折腾，叫习近平这个折腾这个折腾没够然后举例海南过去一阵子检查了711个房地产项目，所以为什么海南经济发展不起来？你看干这事情就非常的积极政府一看有油水整就整吧。所以你一看这件事情越积极的地方，经济越发展不起来
那么涉及企业有552家开发企业，中介752家，然后责令其中205家企业中介机构整改，要求59家停业整顿，这就是操弄市场。然后王蒙辉说，这个“十四五”要搞保障性住房，一搞保障性住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把房地产市场当做市场主体，当做住房供应的主体，他要自己盖房子去给大家住啊，不用这开发商来盖，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持续出新政策，还是觉得不够，还是要出新政策。那么新政策什么呢？比如说城市更新啊，城市更新新项目拆建不超过建筑面积不超过现状的20%，然后拆建比不大于2%，那么就近安置不少于50%，然后还要开始搞这个中介的这个中介费，设封顶，不让你拿太多的钱啊，那么大家不就离开这个市场？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关于房地产市场其实很敏感，非常敏感，因为每个政策出来对房地产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政府官员的态度是什么呢？政府官员的态度就是上面那2条不变，这个房住不炒的指示不变，然后这个叫什么脱虚向实的这个政策不变，那我就往死里整，这是政府的态度。从这个住建部到各个城市，到各个省，到各个市的官员心态都是这样。我不管它崩不崩，我就往死里整。越严，这有点像疫情啊，疫情的情况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越严越好，只要严我就没有错，是吧？我要是稍微的动心思的话，上面就把它提了去北京训一把，训诫一把，那回过头来还得记过处分，我干嘛？是往死里整。现在的政府的态度就是往死里整，闭着眼睛出政策，只要领导满意就行。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为什么习近平对房地产这么恨？核心的一条就是你们不能有钱啊，你们有钱就不老实，这就是习近平的心态。这真正的心态就是这个，讲一大堆花架子啊，什么脱虚向实啊，房住不炒啊，这个老百姓负担重。其实讲来讲去，核心的一条，习近平看不得别人有钱，所以他得把这事儿房地产市场打下来。好，那我们看看政府的政策心态是这样，开发商是什么情况？融创集团老板叫孙宏斌，孙宏斌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啊，那么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我们今天不说。他在8月31号在中期业绩投资者会议上说，他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啊，我觉得他说的很到位。4点，第一，政府坚决执行多方面的调控政策，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而且1、2、3、4各种调控政策噼里啪啦不断的出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市场预期改变啊，中国人开始认为房价不再上涨，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房地产信仰开始崩溃了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到了？就是中国市场房地产的拐点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房地产信仰。房地产信仰决定了中国房地产的走势。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中国城市的居民的房屋拥有率已经超过了95%到96%了。当老百姓的这个住房拥有率已经到96%，基本上大家都有房子的时候，他买房子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觉得他房价要涨，那我就去买。除非你城市村里来新人了，没房子怎么办？那就买。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其他的人买房子的唯一的理由
就是房价要涨。如果大家都认为房价不涨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不仅我不再买，我还要卖掉。你想一下，30%多有2套以上的房，10%是有3套以上的房，这些人就开始卖房子了。所以这就拐点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市场的基本判断。这是第2条。第3条，部分房地产企业经营压力较大，所以降价销售对于整体房地产行业的销售产生了压力。那么有些开发商不行了，去年8月份3道红线一出来，那么房地产公司就没办法融资了，很多公司不能融资了，不能融资怎么办？不能融资我就得卖房子套现啊，那它销售压力就很大，销售压力很大怎么办？降价，降价是市场销售的利器呀，所以他第4个结论是什么？第4点，他说下半年房地产市场会比较惨烈，销售压力很大。这是孙宏斌的看法。孙宏斌非常激进啊，他连滚带爬啊，他宣布业绩是销售涨了60%，上半年销售涨了64%，但是利润只涨了0.8%，销售涨了64%，利润只涨了0.8%。然后他说下半年要降低融资成本，降低负债率是下半年的首要任务。3年之内要把融资成本从8%降到5%，然后呢，下半年要买地保守，要预留安全垫。其实呢，然后他的这个 CFO 说，下半年要把这个权益买地销售比控制在20%以内。上半年是多少？上半年37.9%。那么今年7月份，监管部门规定，房地产买地的金额不得超过年度销售额的40%。所以你可以看啊，上半年融创中国是非常激进啊，非常激进。它上半年是什么情况啊？上半年融创买地买了1226亿，融创中国啊。然后就是1线城市买了10宗，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买了多少？377亿。2线城市是杭州、青岛、天津、重庆56块地，总成交是622亿。3、4线城市是226亿。那么4月中旬，他还收购了张泰，是一个小的开发商80%的股权，非常激进。上半年非常激进的买，到现在他停下来。为什么？融创中国踩了一条红线，它的资产负债率是76%，剔除这个应收账，净资产率86%啊，现金短债比1.11啊，总的资产负债率76%，超过了70%的要求。所以它借贷也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如果说融创是很进取，孙宏斌非常进取，孙宏斌扩张的速度非常的快，他融资能力也很强啊，所以他扩张速度非常快。但是相对于这个孙宏斌的融创，这个我们叫进取，那恒大叫什么？恒大叫野蛮生长。过去20年，恒大基本上是超常规的扩张，靠的是什么？融创是进取，它融资能力很强。恒大有超强，就是恒大的融资能力基本上中国开发商里面最强的了，最强就是恒大。但是现在它要为这个超强的能力付出代价，因为什么？因为它有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从哪一个时候开始？债务危机它一直有危机，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崩到最极端的状态去借钱来扩展。那么3条红线全踩，3条红线全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没有一家可以借钱给他，他也不能用任何方式进行融资，他只有一个渠道，干什么？卖房子。
然后卖资产，卖资产他也不想贱卖，所以卖的比较慢，然后这个房价就暴跌，打6折、打5折，甚至对折卖房，全国性的卖房。所以孙宏斌说部分企业这个销售压力比较大，降价销售，讲的就是恒大啊，恒大。恒大公开的数据，去年恒大的这个总负债是19500亿啊，很大很吓人，将近2万亿啊。那么它的负债超过芬兰整个国家的 GDP 啊。那么其中有息债是8000多亿，但其实这个负债还是不能够准确反映。恒大最大的一块负债其实是什么？名股实债。他没办法借钱，没办法借钱怎么办？找人借给他，找人借给他怎么借？我用这个项目来借，你就入股，但这个股呢，实际上我跟你借的钱，然后我再写一个协议，就是我到时候呢，我用一个价格把这股权再买回来，实际上名股实债，就是说你把这个股权，这个项目的30%股权卖给我，作价10亿，好，1年之后，我再签个回购协议，我用这个1亿2000万把这个股价再买回去，我签一个这样的协议，这就变成了什么呢？负债变成了股权。来，在这个它的那个表上面是看不到这块债务，所以实际上恒大借了多少钱，没有人知道。那现在是什么水平？现在就是恒大在亏损啊。这个8月25号，恒大最新的财报啊，上半年房地产亏损，汽车亏损80亿啊。那么开始又开始绷紧了，绷紧到什么地步呢？绷紧到这个广东省找这个银行，3家银行，它是3家主要的债权银行，跟他打招呼，你给他展期吧，你追他就破产了，3家银行就展期了。然后呢，广东省再要求越秀是广东省的窗口企业，在香港窗口，你把这个恒大在香港的总部给他买了吧，125亿买回来，105亿卖掉，卖给谁？他跟刘銮雄买那栋房子，这个恒大的香港总部应该是10年前吧，这个恒大跟这个刘銮雄是香港著名的狙击手，股坛狙击手，买，当时125亿买，刘銮雄好像是7亿8亿买进来的一个栋写字楼，卖给125亿，然后他现在呢没办法要减债，卖给谁？卖给越秀是广东省的窗口企业，卖105亿，亏将近20亿啊，要他买啊？为什么？恒大不能倒，恒大有20万员工啊，然后恒大整个的链条从它是开发商，上面有什么？上面有这个建筑公司，各种供应商，下面有什么？下面有买房子的人啊，有销售啊，整个产业链有多少人？整个产业链有3800万人，所以恒大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不能让它倒？它有3800万产业链上的这个就业岗位，还有多少？还有数以百万的这个业主，因为它有这么多的楼盘卖出去了，还没盖完。如果它倒闭了的话，这房子肯定要烂尾。这房子烂尾的话，那这种小业主就要去找政府。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恒大不能倒，但是虽然政府也找了这些债权人做这个压力测试，跟他们尝试看看行不行，倒了以后恒大真要倒，你后果是什么？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恒大政府的态度就是不能让恒大倒，恒大倒了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恒大一倒，其他的人就吓得了，其他的房地产公司就会倒。为什么？
那些借钱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些债权人就会赶紧把钱收回来。它会产生什么？它产生的效应是什么？它产生的效应就是紧缩的效应。只要恒大倒，整个你想一下，去年开始，银行已经收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资金收得很厉害。房地产开发商现在倒闭的原因就是银行收钱，广东话叫落雨收遮，一下雨他就把伞拿走，一下雨他就把伞拿走，我还不淋湿吗？这是一个现在的情况，现在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银行在收紧，然后你要是恒大一倒，其他的人除了银行以外，其他人还继续收，因为怕倒闭，借的钱越多的开发商，他越危险，那就是这样。所以这场危机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个博弈。许家印他很清楚政府的心态，所以他也不太他现在也在一头卖房子啊，全国降价卖房，一头卖资产啊，比如香港总部一口气卖掉啊，等等都开始卖各种各样的资产。那你想一下，靠资产、靠债务扩张去扩张业务的企业，如果他把债全还了，这家企业就蒸发了，就没有了啊。那么许家印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也不能够卖得太快，卖得太快，贱卖资产，它会更快消失。那今年这个万科是 No.1，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是万科，第二是恒大。万科今年的这个业绩不好，又在喊活下去啊，这就是开发商目前的处境。头部这些企业啊，恒大是这样，这个融创是这样，这个万科就是这样，处境都不好。虽然上半年销售是在增长，但是利润都在下跌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市场情况。市场情况我就不太详细的说，我觉得今天准备了很多的资料，是关于深圳、上海、广州啊。深圳就是核心的就是住房参考价，住房参考价对市场的打击最严厉啊。住房参考价它要求什么呢？基本上现在定得出，深圳把所有的小区的楼盘的住房参考价全定出来，这就是计划经济了啊。那么这个看不见的手变成看得见的手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住房参考价定出来之后，他要求市场你的成交价不能超过我的参考价，然后银行的贷款必须以参考价为依据。那你想一下，这个房子啊，本来市场价格是1000万，它一定在700万，那你怎么办？如果你成交价是1000万，银行是根据700万定价，1000万700万定价，也就是说7749，它能贷给你490万。如果你成交价是1000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得掏510万的首付，这很多人就掏不出来了，这就是这样的，这个后果就是这个一系列的后果。所以，这个今年的2月8号，深圳是全中国第一个推出市场参考价二手房参考价。出之后，然后这个房地产开始原来每个月的成交是3万多套啊，现在直接跌一半，甚至跌到1半多。跌了多少啊？跌了6月份，上半年是成交了3万套，今年上半年成交下滑了48%，那6月份跌破3000套，比去年2020年减少了70%啊。7月份成交稍微的回升一点，3300，但仍然跌了多少？比去年的7月跌了84%。那么成交量开始下跌，很多房子挂了3个月卖不掉，再挂半年卖不掉，挂9个月还卖不掉，着急了，着急就开始降价。降价怎么降？往哪降？往参考价那降。如果真的以参考价成交，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房价跌了30%。跌30%是什么概念？跌30%，你基本上可以不就是可以放弃了，因为原来就你房子是70%按揭，也就是你首付30%，如果房价跌30%，意味着什么？你可以在市场上买一个比它还便宜的房子，就是这个概念。为什么大家会弃供，放弃供楼？我不要这房子，因为我在市场上可以买到更便宜。当然，你现在你要这么干，后果很严重啊。但不管怎么着，6月份二手房价它是公布的，房价是跌61500，比今年1月份跌了15%。但是其实不对，其实市场真实的跌幅比这大得多，至少20-30%吧。深圳成交就是我们现在讲这种价格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它用的是平均价。你说你一套豪宅跟一个普通住宅一平均，能平均吗？这个不能平均，为什么不能？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我就经常讲，中国房地产市场有3座大山。第一个，信息不透明，这是一座大；第二座大山，政府的操弄，这第二；第三个是政府的政策不稳定，这是一座大山。还有一座大山是什么？这个市场拥有率很高。现在深圳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业主卖房，就是卖房的业主越来越着急了，房价往下走再往下走。你看市场挂牌没有意义，因为那成交不了，实际上要看成交价，但是成交价它又不透明，它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你拿一个 APP，每个房子历史成交了多少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房子上个月成交多少钱，清清楚楚。中国没有，这为什么？政府不让。为什么政府不让？你市场这么透明，我政府怎么操弄这就是问题。然后深圳还有一个问题，深圳什么问题？写字楼。深圳写字楼很恐怖，现在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接近40%。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深圳市政府对经济前景很看好，所以呢，他在土地规划的时候优先考虑什么？商业用地和写字楼用地。所以深圳盖很多的什么？盖很多的写字楼，也盖很多的这个商场，觉得经济好啊，我马上要成为这国际大都市啊！国际大都市肯定要很多公司来入驻啊，我得规划很多写字，所以深圳有很多写字楼，写字楼用地很多。这个其实本来是没有，原来的预期并没有差太多，真正差太多的是哪里？就是2件事。第一件事 ，P2P 暴雷，P2P 暴雷影响2个城市，一个城市是什么？一个城市是深圳，另外一个城市是杭州。P2P 的企业60%在深圳，40%在杭州，其他地方零零星星。那么集中在深圳，以深圳为主。深圳的 P2P 全住甲 A 写字楼，都在甲，因为你要忽悠大家，你得把这个牌儿整亮，你这牌儿不亮，谁理你？结果都是甲 A 写字楼，这个暴雷噼里啪啦一爆，这就全滚蛋。他们一滚蛋，这个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就没有下来过，就一直是居高不下。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美贸易战，中美一打贸易战，打来打去，中美贸易战打来打去都是粤海街道办。深圳有个街道办叫粤海街道办，粤海街道办就是从腾讯到这一票，到那都属于粤海街道办管。打来打去都是什么中芯科技啊，这都在那条路上，就是科技园这一片就是粤海街道办，都是在这里除了华为自己在坂田。那么中美贸易战一打，受冲击的，你包括像这次什么这个亚马逊中国卖家一杀5万个中国卖家，杀掉5万个中国卖家，其中4万个在深圳。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影响多大？所以中美贸易战打来打去，打的都是深圳，所以深圳写字楼空置率奔40%，那你想一下，租金肯定得跌啊，空置率高，租金就得跌，租金跌意味着什么？房价就要跌啊，所以写字楼跟住宅都在跌，这是深圳目前的情况。深圳大湾区想做龙头，现在有点难。上海，上海1月份开始就没有停过出政策，今年1月份开始，1月份什么夫妻离异后啊，3年你还得你原来买的房，你2口子买的原来买的房子还要算在这个家庭的住房的套数里面去啊，什么严格执行这个个人信贷啊，这个控制信用贷款、消费贷既流入房地产市场啊等等。今年呢，到了3月3号，上海住建委发布这个进一步加强这个房地产管理的通知，然后这个要求什么呢？要求合约备案满5年才能卖，啊，就不能卖，就等于是限卖，限卖已经上了个新台阶，就是你必须合同上网之后，你必须满5年才能卖啊。然后又什么又要求这个核对这个房源啊，要这个对身份进行验证啊等等，就是上海的房价呢，然后呢就开始出什么，开始进行这个房源管理，房源管理其实和这个深圳的二手房的这个房价呢是差不多的啊，就是控制这个控制你挂牌的价格啊，然后对你挂牌的价格进行叫什么？叫这个叫核验价格。核验价格呢，基本上也是真实价格的70%左右啊，70-80%吧，也不是，反正不是高于80%。然后就通过这个干什么？干预，干预成交。今年7月份，上海市的房屋成交是196万平方米，同去年同期下降了17%，同6月份相比下降13%啊。成交量下，那大家知道，资产的价格取决于2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进入市场的资金。当你成交下降的时候，意味着什么？进入市场的资金在减少。所以我们讲，房价大概跟这个股价是有点像。股价有一句话叫“久盘必跌”，你在这个位置上不涨也不跌，反正盘着越长时间，盘了很久就会下跌。为什么？憋不住了呀。广州也是啊，先是新房的限价啊，要拿这个预售证，然后就是备案，然后要你这新的一期要比上一期要平均下跌13%左右，你分三期啊，那么你越往后的你越往下走，通常是越往后越往上走，什么意思？就是不让你分期来卖，你只能一期出来，因为往后跌13%，谁受得了？开发商受不了。然后开始这个要求限制年限，购房年限由2年延长到3年。总之呢，还有一个就是取消人才购房的这个政策，就是不给外来人口买房子。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限贷，限贷主要是严查消费贷啊，严查消费贷，因为今年年初很多消费贷推动了房子的交易，房价就涨，所以现在使劲查。所以呢，现在在广州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广州房地产的特点，一个就是首付很困难，因为首付那个严查这个来源嘛，首付有点困难。另外一个就是成交下跌，所有的成交都在下跌。8月份会创成交新低，7月份是7560套，那么这个逐月下跌。
杭州主要是搞什么？搞社保。那么1月29号，杭州发布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就是没有满5年，在杭州只能限购一套房，5年限购一套。就是3月3号，进行这个消费贷和经营贷，查经营贷跟消费贷。8月5号再出什么呢？落户没满5年的这个家庭，那就是必须社保要24个月，就等于是减少市场准入市场。总之呢，还需要补，因为你要满24个月，等于你要交这个社保的钱。交社保的钱的话，很多人就不愿意交，因为钱很多，一个月交那么多钱，你满足24个月，那很大一笔钱。所以呢，今年从1月29号到8月5号，不断的出各种政策，杭州楼市5年的这个只涨不跌的神话就破了，就跌了，就开始跌了。然后是成都，成都是参考价封顶，成都是超深圳的这个功课就是201个小区二手房成交参考价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的是成都、杭州，然后是除了北京3个一线城市这几个城市的情况，差不多的情况是什么？这里几个问题我们说拐点出现，拐点出现了有几点。第一点，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那么市场预期发生了改变，最终终结了房地产信仰。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一线城市基本上是成交普遍下跌，价格有没有跌呢？价格在跌，但是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挂的价格还在那儿，但是你要成交，你得挂低3个价位，也就是说你可能得7折卖房，这是一线城市的情况。所以一线城市面上看没有跌得那么厉害，但是实际上的成交价已经下来，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是什么？第二个情况就是2线城市到3线、3、4线城市基本上已经崩了，价格已经崩掉了。2线城市的情况，各个城市不一样，每个城市跟它的市场的你比如说杭州，杭州为什么房价涨5年，持续涨5年？原因是杭价人口流入，杭价经济很活跃，然后围绕着阿里巴巴的这个生态圈，很多人能在这挣钱，所以都往杭州跑。杭州人口流入的规模很大，是房价上涨的原因那么有些其他的2线城市也未必涨，也在跌。你比如重庆情况就不大好，所以呢，2线城市的这个差别就非常的大。好的城市呢，它维持得住，但是政府的政策也不会让它涨，但只是跌多少的问题。那么有些2线城市就跌得很厉害，3、4成以上都得跌，就是你挂出去要成交，挂上半年还不成交，往下挂30%、40%才能成交，大概都是这样。那么4线城市以后的基本上就已经崩了。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预期的改变，也就是改变了房地产信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形势的败坏，实际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经济形势的败坏实际上让这个房地产的购买力受到了冲击，没那么多人有钱了。原来经济畅旺的时候，大家拼个6个钱包也就上车就上了车，首付有困难，但是我供没问题，很多人是这种情况。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供都有问题。那还有一些什么？还有就是你一不小心的教培，年薪100万的这个老师一下子失业，那你说原来供得上千万的房子怎么弄？你就赶紧卖呗
所以呢，经济形势的败坏对房地产产生了冲击。第三就是政府的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看到这形势也不管，为什么？反正这个政策领导定，领导定了他不改，我改了不作死吗？所以这是政府的政策惯性往前跑，对市场的打击非常的大。第四个，金融形势在发生变化。原来大家都觉得房地产会涨，房地产是一个吸收资金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现在发现房地产开始转型了，钱不往那儿跑了，钱不往钱像有点资金像什么？像水银，只要你有缝隙它就过，只要有缝隙就过，它不说你很大的缺口才过，缝隙就过。资金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像水银一样，水银泻地。现在觉得房地产风险太大了，不去了，那你什么政策都没有用啊。所以呢，金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这四个条件会导致什么？房地产的拐点到了，我就说史诗级的房地产拐点到了。后果三个，第一个，银行资产，这个大家都知道，按揭，除了按揭以外，除了按揭跟开发商的资金以外，还有什么？你想一下，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债务跟房地产是有关系。你比如说一个企业，我厂房抵押给银行，我去借钱，结果房地产价格一跌，我这抵押贷款，银行就会跑来找我，你要么呢还一部分钱给我，你原来抵押贷款这3000万，你现在拿的是抵押3000万，借我2500万，你这房价跌了2000万，那你要么呢还我500万，要么你增加抵押品。所以其实房价下跌影响的不仅仅是银行资产，说这个房贷的问题，或者是给开发商的贷款，不是这个，它整个环节都跟房地产有关系。甚至这个基金，甚至这个债务、这个债券，它里面都是有房地产的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受影响。只要房价一跌，各个经济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影响。所以这个房地产下跌会导致金融资产质量的下降，金融资产的下降会影响什么？会影响银根，所有的人都会收紧银根，收缩，就是把借出去的钱收回来，因为不知道这个资产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这个影响冲击是非常大。就不仅仅是说我们会产生金融风潮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打击消费，我们前面说过，房价一跌，你房价涨，我虽然口袋里钱不太多，但是我心里踏实啊，我这个房子值2000万呢，高高兴兴的。结果房价一跌，剩下1200万，1200万我负资产，负资产你还消费啥？所以是直接打击消费。然后后面的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房地产企业的倒闭潮，那后面的连锁反应就大了。你想一下，房地产企业，它开发商倒闭，建筑公司要不要倒闭？给建筑公司提供原材料的要不要倒闭？往下银行、中小业主，这个就影响就太大了。所以整体的形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好吧，那我们今天又讲到了吧，讲了1小时，好家伙。那我们OK， 这就是为什么会迟到。迟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准备了这么多材料，嗓子说哑。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加入我们 YouTube 的会员，或者加入我们的 Patreon 的会员，都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支持，感谢大家。那么我这里就不再，我们尽量的缩短一点，我就大体念差不多，不全念好吗？观点 CCP 看明白了一点，
首先，受传统观念影响，安居立业，安居了才能立业。其次，利用这一观念大规模开发房地产，有大规模人口基数，随随便便搞都有人买。最终，少部分富起来的人反而利用这一点囤房，炒高房价，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CCP 介入，越描越黑，最终回头看下来，还是第一步棋就走错了。现在也该拐一拐，只是不知道拐这一下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肯定最终吃亏的老百姓。我们不要讲老百姓吃亏啊，就通常来说是，在一个市场的波动的过程当中，永远是大部分人在吃亏啊，就是承受损失。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是看到，因为大部分人对市场的触觉是没那么敏感，只有极少部分，在市场发生之前他就跑了。那少部分他就没有吃亏，他就赚了，他就套现了啊。所以通常来说，市场主体多数会承受损失。至于说你说房价炒高也该拐一拐，这就是吃瓜群众的思维啊，没有该不该的，没有该不该的，市场就是理由，市场就是理由。但是中国的市场不是真正的市场，你房地产市场就这样啊，政府一直在操弄，情况很多高楼大厦住了10年以上就开始出问题，而且物业管理费水涨船高，当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支付高昂的保养费用时，电梯等一些公共设施会坏掉，无法使用，而房子更加不好卖，继而产生一些高层住宅难民。所以现在有些城市低层二手房反而受欢迎。哦，这个很特别啊，高层住宅难民，这是个好词儿，第一次看到啊，高层住宅难民。观点：国内房价高的本质在于人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加上政府人为的划分享受公共服务人群导致的结果。说的很对啊，我等一下解释一下。政府管控的目的不是限制公共服务享受，而是保障所有人群都享有公共服务，以此来尽量剔除房价里的公共服务差别引起的房价差别。房价肯定有高低之分，但公共服务差别导致的因素不应该占比太高。啊，这个话讲的有点绕，我解释给大家听。中国的房屋，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越涨越高？你看美国的房子是这样，美国房子这个中心涨起来呢，然后旁边的房价还没涨，那么大家就往便宜的地方跑，所以呢，涨起来的时候呢，就往旁边跑，越跑越远，越跑越远，这个城市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你看湾区就是这样，湾区你看 San Francisco 啊，旧金山就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慢慢蔓延到整个的湾区，然后不东湾、南湾都出来，越蔓延越高。原因是旧金山越来越高，然后它就往旁边蔓延。为什么会往旁边蔓延？因为它其他的县其实已经跑到其他的县去了，跑到其他的县。但是他还可以跑到旧金山去，跑到湾区去，跑到南湾去上班等等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两点，第一点，它没有户口限制，没有户口限制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中心区的公共服务和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是基本上一致的，当然中间有其他的差别，你比如学校。那么有学区房，也有学区，美国也有名校啊，名校在比较中心区的地方。但是呢，只要你是公校，你差不多的教育水平是差不多的，除非你上一些私校啊，那上私校跟学区没有关系啊。这样的概念是什么概念？是它就会导致要素自由流动。什么要素？就是购买力，购买力就往旁边流，往旁边流，那城市就越摊越大，越摊越大。旧金山就这么摊出来，
那么这个洛杉矶也这么摊出来，这城市它就没有这个边界的概念，就往外摊，不断的往外，因为你公共服务是一致的，然后就不受户籍的限制，你就搬远一点，越搬越远。所以你在湾区上班，有些人上班开车开半个小时，甚至开1个小时都有。为什么？我想住大一点的房子，但是不想那么贵，那就住远一点。你往越远越便宜呗，就是这样的概念。但是中国不同，中国有边界，中国的边界是什么？城乡差别。我这是城里，我户籍是城里的，城市的公共服务跟农村的公共服务没有可比性。那你能流出去吗？流不出去，流不出去，你在城市里面越来越高。所以城市规模增加靠的是什么？行政化。哎，我把这块划到这个城市里面，哎，这个城市一样，但是还有很长时间才能一样。为什么？它延伸出公共服务扩展的速度很慢，它中共在公共服务这一块投入的很少，所以它会就算它划进去，你比如说广州，广州当年一口气把什么增城什么什么全划到广州市里面去，真的全原来的这个郊县，一口气全划进去，划了五六个市划进去。他为什么要划进去？他不划进去不行了。深圳那边越涨越快，越追越近，就在 GDP 就马上要超过它。它省会城市，你这怎么行？这深圳要 GDP 超过我怎么算老大？那怎么办？那就多划一些城市进来，保持我的结果还是被超过了。但是你这一划进来，你公共服务的水平仍然差别非常大，因为它原来就不是城市，它是个县级市。县级市那怎么办？那你跟广州市的公共服务差别还是很大。所以你现在你看，它划进去当然是为了城市竞争的，这双城记的这个因素。但是它这个你增城，你跟天河的房价，你不是天差地别嘛，你就没办法比啊。所以这里面所以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是全世界最独特的，因为它差异非常的大，因为它当初划了这么多城市进来，划这么多城市进来，它的公共服务没办法一致。这就是中国房地产为什么中国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广州的房价涨不上去，你怎么涨不上去？你划了这么多城市进来，而其他的城市越来越高，就这个原因。因为你有边界，而美国是房价，它就有点像什么？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说这个像什么？像那个蜂蜜夹的这个流动的速度，这个形象很形象啊。大概这个网友说的就是这个，非常对啊，非常好啊，这观点非常好。观点政府很无耻，如果不是疫情影响经济，导致房地产没有利润可赚，绝对不会出手管控房价，房价还会继续涨下去。现在出手管控怕金融风险，限涨令就是告诉韭菜，房子是政府的，涨是他们赚，降是没那么容易。不对，这是不对。政府无耻，这是对的，后面都不对，就是这一句话是对的啊。情况，国内三线城市一些开发商做的别墅质量很差，那就不要提了，那这个质量，别说一些三线城市的开发商，一线开发商，头部企业的开发商，那房子的质量也是很烂。为什么？这些名牌企业开发商为什么他们的房子质量，特别是那些别墅开发商质量很烂？原因很简单，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万科，万科跑到长沙开个楼盘，买块地准备盖，哎，第二天这个刚上班，当当当敲门，这个住建委进来说检查，他检查这个查那个查这个查那个一堆的问题，那要整改，那怎么办啊？赶紧找关系啊！王石说了不送钱，那就送礼呗，啊，送点别的呗，那就送套房吧。不行，不收，不收你的房。我们这个，我不是那种人啊，那怎么办啊？这样，我这里有个开发商，
我这个建筑公司介绍给你，你那楼盘是不是给他盖？你让不让他盖？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名牌的开发商，他们盖的房子跟当地的这个开发商盖的房子一样烂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地头蛇，逼着他用当地的建筑公司，然后建筑公司人又在吃回扣，又在搞这些，就这个原因，没有别的。所以腐败是什么哈？腐败无孔不入，它只要有，它就是渗透到每一个环节。观点：国内的政策问题是从不考虑与新政策冲突的旧政策，如果出台新的，就要给旧政策足够的过渡空间。然而没有，经常是立即执行，就让人完全没有准备。当然，这些事儿他们从来不考虑，对他们而言，这些政策都是对老百姓的，政治正确永远是第一位。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对。比如说8月29号，今天30号了，刚刚出了一个政策，北京出了一个政策，民宿，民宿你要满足在8月29号之前满足1、2、3、4、5、6、7、8、9、10的要求，不满足这要求，我们现在严管民宿，你否则的话全部滚蛋，不能做啊。其中有个要求是要求所有的业主都同意，要求你所在的小区业主同意，要这个管理处同意，这不是瞎了吗？这搞什么搞？搞个屁啊！你管理处要签同意这个2字，你得送多少钱？结果北京有多少民宿？北京有大量的民宿，就原来就接待，现在他就是把人赶走。其实讲到底就把人赶走，就一个规定就出来，29号实施，你没来不及吧？来不及就关门，滚蛋，就这样。观点：15年换电梯，钢筋混凝土漏水，维修20年一次，外墙维修10年一次，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国内有哪个小区做到。国外管理费高，因为系统性在维修，而国内拖着只会降低房屋使用寿命。这么贵的商品居然没有保障服务，这种楼盘在日本很少有人敢出手，就怕以后烂在自己手里，没人敢买。那就不能比。那这个一个建筑的维护管理，实际上这个是这个建筑的价值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中国建筑的维修管理，不说垫底吧，行，大概是没法看。观点：房价不会大降，中国地方政府卖地的财政收入大头还是来自房地产。你的数据已经不准确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已经没有办法覆盖它的征地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已经不是它的财政的主要依靠来源啊。这个你希望楼市腰斩，也不一定。这个基本上和大家的期望不一样啊。观点：出现这样的拐点，是因为政策主导市场不断量化宽松，但同时又没有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导致企业债务过高，连带违约风险直线上升，冲击金融不断的恶化循环。观点：房地产涨价的另外一个推手是中国货币发行量，货币超发推高了房地产，房地产一旦收紧，大量的资金从房地产这个池子里逃出来，没有其他的池子可以接纳，中国经济会有一场灾难。好吧，大家很形象啊，大家很干什么？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经济现象啊，它不会是一个单一的 A 到 B 的因果关系，它通常是什么？通常是有若干个因素导致一个结果，或者导致若干个结果，理解吗？就是说，原因有7、8个原因，可能导致5、6个结果，中间有个通过市场交换，然后产生5、6个结果。通常不会啊，这个市场的资金跑出来没地儿去，怎么办？那就出灾难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不会没地儿接的，一定会有的啊。
观点：中国的问题没有正常健康投资标准，除了房子，什么能收藏保值的都疯涨，包括奢侈品、名牌包。房子政府能够抽就竭泽而渔，狂盖，吸干资金，中小企业借不到钱经营，正常经济发展不出来，跟其他海量的问题一样，都是政府怠政、贪婪、粗糙残暴造成的。OK。情况15年前，吉隆坡周边一些镇还能买到5万马币一个靠近菜市场，交通方便，爬楼梯的80平米3房1厅。最近10多年，多了中国大陆同胞过来炒房。碧桂园在新山盖的森林城市，一套5万马币买入的商品房，二手卖出大约20万马币。其他新楼盘也被炒高，马来西亚本地人很不满意。然后青年一代很难凭着自己就业买房，来等它跌吧。观点：以前好好努力做事，但是发现到了一定程度就瓶颈了，因为没有关系，很多事情办不了。现在做的就是搞关系，跟着党走才有钱赚。想想以后好好做事的人，最后要跟关系打交道，中国这样根本没办法发展。非常对。提问：请问王老师，在房屋空置率很高，人口趋势下行，政府和开发商的负债居高不下的背景之下，开发商继续买地开发，政府继续搞基建的动力是什么？给银行创造业绩吗？求解。你这个空置率很高，人口趋势下行，它不是一天发生的，它不是一觉睡醒了，哎，空置率上去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啊。在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开发商手上有100万平方米的地，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还得把它盖掉。那然后在这个过程渐进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很决绝的在某一个时间点，我看到一个结果，我就采取断然措施，不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拐点，那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拐点，你就没办法做出这个决定，你可能按照这惯性往前走，都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行，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价值，对吗？你说呢？提问：独裁者在陷入困境时，好像会陷入某种偏执跟权力的深深迷恋，例如希特勒。请问王老师，习近平是不是也有这种不理智的状态中？不然很难理解这半年来的昏庸政策。嗯，我不知道他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每一个政策背后，我都能够理解每个政策背后的其中有一些他的执念啊。你比如说房地产，习近平跑出来讲，房租不炒啊，房租不炒啊，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炒的。他念完这个以后，然后底下掌声雷动，他觉得，哎呀，我说对了，我说对了嘛，是吧？然后他就觉得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对房地产市场的认知是有缺陷，他不理解房地产市场的特征是什么，所以他就觉得房地产炒什么炒，就不能让它炒，炒那么高不好。他心里面还有一种那种老农民那种看不得你好的那种心态，就这个，没别的。所以你每个政策背后，你都能看到某些特殊，你比如说像这个滴滴呀，滴滴就是说了不让去，你还去，整死他，不就这种心态吗？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有那其他的执念，我不知道。就是个别我们每件事情背后能够看到习近平的某种想法。所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他根本没有一个总体的概念，说我要干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也是为了这件事，这件事情也是为了这个，没有，他没有战略，他还是那个千岛湖。我说千岛湖有人不知道啊，千岛湖就是浙江的千岛湖，现在叫新安江水库，原来叫新安江水库，现在叫千岛湖，它里面很多小岛互不关联，所以叫千岛湖。千岛湖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
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一团台湾的游客，在船上的游客全部被杀了，其实就是被这条船上的小青年给杀了。叫千岛湖事件，大家上网搜一下，可以搜得到。千岛湖是这么出的名，原来没那么有名，我原来也不知道。后来因为这个案子，我去采访，我知道千岛湖真的很多小岛。所以我一直认为，习近平脑子里是一些互不关联的这些政策，每个政策背后都是权力的任性，还有他对认知的缺陷，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缺陷，读书不多，也不认真，然后就可以任性，我能做，我就这么做了，就是这样。至于你说的这个偏执，I don't know，好吧，明谢唐伟，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